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3月5日啊！尋日咧我就引用咗巴菲特嘅言論啦，佢係反對特朗普嘅關稅政策噶嘛。有啲人話咧，你攬到個水泡啦，訴諸權威啊，巴菲特啊，咁啊其實咧並非如此喎。過去8年啦，巴菲特講嘅嘢我一直講緊嘅，我可能比巴菲特更早講添喎。而且咧，嗰28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聯署所講嘅嘢咧，大同小異。咁我當然吸收咗嗰28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幾十年嚟嘅研究啦，我就即係長期閱讀佢哋嘅作品噶嘛咁所以咧反對關稅政策咧係正宗右派一個主張嚟，而特朗普嘅關稅政策係左派特朗普咧好複雜嘅，佢有部分嘅嘢咧係右派嘅，譬如話削減聯邦儲備聯邦政府嘅開支，將聯邦政府嘅物業賣出去，咁呢啲我係舉腳贊成嘅，因為咧小政府大市場咧係右派咧一個金科玉律嚟噶嘛但係咧佢嘅關稅政策係典型嘅極左思維。咁呢個極左思維嘅原因係咩咧？佢想消滅貿易逆差想消滅赤字咧，咁呢個係理所當然啦，縮減開支全球都縮減開支，縮減軍費咁呢個咧係可以理解啊。咁但係咧佢係要消滅逆差咧，呢樣嘢就好搞笑嘅，就係令人啼笑皆非嘅。因為咧你要消滅逆差咧，就會導致到美元體系徹底崩壞。個原因係點解咧？過去幾十年美國咧就係有大量嘅貿易逆差，就係因為咧美國人咧喺外國買好多貨品翻去，譬如話以前60、70年代香港買好多咧嗰啲玩具嗰啲咩椰菜娃娃公仔啊，就買好多平價嘅貨品翻去。咁近年嚟中國買啦咁咪就係因為咧喺外國買咧就平好多，翻到去咧美國咧先能夠咧維持到一個高嘅生活質素。呢個就係貿易嘅故事。咁但係咧呢個係貿易故事上集嚟嘅啫。個下集係點啊？就係你喺外國咧就買咗好多嘢，令到外國人咧賺咗好多錢，外國政府都賺咗好多錢。咁外國嗰啲政府有錢啦，佢咪去買翻美元嘅債券咯，買翻美債咯。我都買美債噶，係咪啊？啲人有錢就會買美債噶咯，就係因為美國人喺海外買好多嘢，導致啲人揸咗好多美元喺手，然後佢哋會攞翻啲美元咧去買其他嘅貨品。國與國之間嘅交易咧都會用美元作為貨幣而且咧佢哋有錢咧要買翻美國嘅股票、美國嘅債券。特朗普淨係睇到貨品，睇唔到貨幣因為咧美國咧輸出嘅係咩啊？係服務係最多啊嘛，淨係即係荷里活嘅電影Facebook Taylor Swift 呢個嘅蘋果嘅Netflix即係呢啲係服務嚟噶嘛。呢啲佢喺外國喺全世界賺到大量嘅錢，所以咧佢嘅貨品咧就好似係即係有逆差喎，但係佢個服務係有順差嘅，而且佢個股票咧，我哋個個都買美股嘅咁所以咧就因為我哋有咗錢，透過同美國做生意，同全世界做生意有咗錢，就買翻美國嘅股票，買翻美國嘅債券啊嘛。而家特朗普咧就睇到眼前嘅小利，蠅頭小利，就希望消滅嘅逆差。但係咧就會導致到美元體系咧，同埋咧即係美股咧係崩壞嘅咁呢幾日咧美股應聲下跌咧就可見一斑啦。咁即係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咧強硬回應即係從來未見過一直都以為咧即係佢係一個懦弱不堪嘅人而家強硬回應。今日要講咩咧？即係解釋咗一個貨幣體系理論俾大家知之後咧，我今日就要講下彭定康一篇新嘅文章啦。彭定康喺幾日之前咧喺台北就發表咗呢篇文章 Britain must downgrade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就係彭定康咧就係大肆抨擊特朗普嘅政策。佢咧大家知道彭定康係咩人啦？學術界即係牛津大學嘅校監即係亦都做過咧保守黨嘅主席。保守黨係英國咧典型嘅右派咁佢當佢係中間偏右啦，佢唔係極右啦，中間偏右嘅彭定康認為咧特朗普係破壞緊國際秩序。咁當然咧即刻可能有啲川粉咧出嚟咧就痛擊啦左膠，彭定康係左膠。我頭先講過彭定康係一個大右派典型嘅右派，保守黨嘅主席點會係左派咧？讀書讀壞佬，牛津大學嘅校監點讀書讀壞佬啦或者係老啦過時睇唔到人哋捉緊一盤大棋，有啲人肯定會咁講㗎或者彭定康都係講翻英國講翻中國啦，就唔好講美國啦，佢唔熟美國。係咪咧？啲川粉好中意咁講或者彭定康係咪俾人斷咗狗糧啊？係咪 USAID cut 咗佢錢啊？或者收中國錢即係而家咧佢係咧嚴厲地抨擊緊呢個嘅保守黨
前主席嚴厲地抨擊緊工黨，認為咧佢對美國係軟弱，而且咧認為特朗普咧係破壞國際秩序嘅罪魁禍首。呢度涉及一個問題啦，有一種論述咧就話，喂，近年嘅國際秩序咧就俾中國玩爛咗啦，所以仲維持翻原有國際秩序係點有用呢？嗱，咁啊，首先咧從兩個角度去睇，所謂呢個國際秩序俾中國玩爛咗個原理係點解呢？因為喺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丘吉爾、羅斯福同埋蔣介石啦，當然仲有係咪戴高樂呢啲人咧所建立嚟嘅國際秩序。咁啊，尤其是後來就以美國為首嘅，咁咧佢哋係點做呢？ IMF 同埋世銀咧就喺呢個國際秩序下咧係進行運作嘅，佢哋去全世界都支援一啲嘅國家發展經濟，但係佢哋好多條件嘅，譬如話咧亞洲金融風暴嘅時候，韓國就係咧要嚴厲地遵守 IMF 嘅一個貸款要求，要進行一個國內嘅改革、匯率嘅改革、貨幣嘅改革，令到韓國人好痛苦啊！但係韓國咧好快咧經濟迅速復甦。而咧呢啲 IMF 或者係 World Bank 咧，佢哋往往嘅貸款資助援助咧都有條件嘅，就要求咧對方就要改善人權啦、改善環保啦，係咪啊？要改善呢個嘅即係透明度啦，等等等等。咁所以咧嗰啲第三世界國家咧，非洲亞非拉嗰啲咧，好多都唔願意參加喎，因為參加咗就要交出自己嘅權力。即係如果做唔到獨裁者嘅，我要個國家嚟做咩啫？我寧願閂埋門打狗啦。所以咧，中國咧喺10幾年前一帶一路嘅崛起，其實嘅前身咧喺50、60年代咧，亞非拉兄弟政策已經係撼動咗好多呢啲國家噶啦。咁一帶一路咧係將佢推到高潮高峰。咁因為中國咧就無條件地援助啊嘛，喺50、60年代寧願中國餓死幾千萬人咧，都要攞啲糧食去非洲度賑災。呢個就係中國嘅故事啊嘛。就要攞啲糧食去東南亞同非洲度賑災，自己餓死兄弟冇問題，餓死人哋啲兄弟有問題。呢個係50、60年代嘅故事。去到習近平一帶一路咧，佢哋唔理對方有冇還款能力嘅，因為 IMF 同埋 World Bank 咧就要考慮對方有冇還款能力，習近平就不考慮。反正冇還款能力唔緊要，你咪抵押啲國有資產俾我咯，抵押啲碼頭飛機場或者係你嘅礦產啊。喂，佢哋嗰啲獨裁者咧，就將下2、3代嘅子孫嘅資產全部抵押晒出嚟俾人。咁所以咧就造成咗一帶一路嘅債務陷阱啊嘛。咁但係嗰啲獨裁者就樂此不疲，因為佢哋富貴，個國家破產又如何？咁所以咧呢個就係國際秩序被撼動嘅一個原因。咁但係即係個國際秩序已經係慢慢被撼動嘅，但係問題以歐美為首嘅呢個嘅世界秩序咧，大抵仲喺發達國家維持到噶嘛，喺啲非發達國家就難維持啫。咁但係咧WHO 或者係聯合國都係睇票嘅，所以如果睇票嘅話咧，中國咧往往咧好有優勢。咁但係喺聯合國安理會裏邊或者喺呢個嘅常任理事國裏邊，西方大國仲係徹底壓倒性優勢噶嘛，中英美法蘇噶嘛，原本係而家中英美法俄，咁中俄係2個啫，咁但係其他幾個都仲係呢個嘅西方國家嚟噶，安理會裏邊嘅大會仲係呢個嘅西方國家為主嘅，聯合國嘅人權理事會裏邊嘅專家都仲係西方嘅秩序嚟嘅，而家特朗普咧就見到呢一個嘅秩序咧已經係受到撼動嘅情況底下，佢推倒佢。徹底地咧走向呢個孤立主義，所以彭定康咧呢篇文章咧就嚴厲抨擊，認為咧呢個特朗普咧就令到全世界嘅國際秩序系統性瓦解，呢個第一點啦以及咧即係佢係自欺欺人認為咧特朗普或者係世界各國咧係自欺欺人試圖淡化，包括施紀賢話施紀賢苦心自問啦，而家嘅英國同美國其實已經冇共同嘅價值㗎啦，英國必須要拒絕成為特朗普惡劣政策底下嘅附庸彭定康嘅用詞咧非常之嚴厲嘅，認為咧特朗普喺2021年嘅1月6號煽動暴力即係喺呢個嘅國會山莊騷亂事件度製造呢個嘅暴力唔服從唔接受呢個嘅選舉結果用咗大量嘅謊言假新聞去誣陷呢個選舉舞弊到而家仲要好多人信㗎。彭定康認為佢係公然背叛民主嘅即係呢個好嚴厲即係對中國嘅譴責，彭定康係不嬲都好強硬佢同時間咧對呢個嘅特朗普都有好強硬嘅譴責。咁呢個從彭定康嘅文字不難睇到，就係佢認為呢個嘅中俄
或者美啊，而家中俄特朗普其實已經係連同一氣啦，同氣連枝啦，所做嘅行為大同小異，只不過美國尚有呢個嘅國會，尚有美國嘅司法制度可以克制啊嘛，俄國同中國就冇啦嚇。咁而咧喺俄烏戰爭底下咧，佢係向普京讓步。喺過去70年啊，從來冇美國總統會考慮出賣盟友嘅。而家就發生咗啦！而家就發生咗咯。對於烏克蘭即係我成日講一啲嘢，啲人話我屈特朗普，完全係特朗普講嘅佢話有啲人話我屈特朗普咧，要求烏克蘭就地停火，因為咧我引述過呢個嘅布魯塞爾唔係布魯塞爾，我之前引述過咧烏克蘭所簽訂嘅同美國所簽訂嘅呢個嘅布達佩斯備忘錄。裏邊第4、第5條就清楚寫明咧，係要喺安理會上邊咧係支持烏克蘭不被入侵，或者當受咗入侵嘅時候要支持烏克蘭嘅。而家特朗普咧就係首次歷史性地咧係投咗棄權票同埋反對票，喺安理會分別投咗2個，一個係棄權票，一個就係反對票。棄權票係棄權咧，尊重烏克蘭嘅主權同領土完整；反對票就反對譴責俄羅斯。呢個係徹底地咧係違背歷史承諾㗎，咁但係仍然有啲人係為佢咧係塗脂抹粉嘅喎，咁所以彭定康咧講呢番説話咧，我認為係相當之即係一針見血嘅。咁咧彭定康亦都呼籲啦，喂，英國而家財政雖然係惡劣，但係都應該增加國防嘅開支嘅，要同咧 NATO 咧北約合作即係面對俄羅斯嘅威脅咧，英國咧要確保烏克蘭同埋歐盟嘅經濟貿易手段。英國同埋歐洲過去嗰幾年對烏克蘭嘅援助當然係唔夠啦，但係就唔係好似嗰啲特朗普支持者咁講係毫無建樹啊嘛，有大量嘅人道援助，英國同歐洲接納咗以百萬計嘅烏克蘭難民，提供咗咧1000幾億美元嘅經濟貸款同埋援助，而啲經濟貸款到底使唔使還啊？即係目前而家嚟睇係唔使還噶嘛，因為係用咗俄國嘅扣押嘅凍結資金。我嚟還款仲綽綽有餘啦，凍結咗俄國咧幾千億美元，咁而家咧只係借出咗1009億美元，即係仲有盈餘理論上係，咁所以即係有啲人講嗰啲係完全不負責任嘅。歐洲唔係不作為，佢只係作為得唔夠，但係咧我哋從來話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咁歐洲冇完全斷絕到俄羅斯嘅能源，呢一個係一個造成咗一個戰事抗日持久嘅原因，而歐洲亦都冇咧駐軍，亦都令到俄國咧係更加咧肆無忌憚。如果佢哋第一日或者早期就已經駐軍，其實唔需要同俄國正面打噶嘛，駐軍喺基輔同埋佢西北面保衛咗烏克蘭嘅市面上嘅嘅秩序，同埋保衛咗咧呢個嘅人道機構或者學校不受攻擊，咁然後烏軍就可以抽身出嚟去同俄國去正面交鋒啊嘛，而過去屢次正面交鋒都獲得優勢嘅喎，烏軍係當然啦，獲得優勢嘅原因係美國嘅大殺傷力武器、先進武器亦都有佢哋嘅訓練。咁但係就喺拜登時代，歐美係能夠合作，先能夠令到咧烏克蘭係維持到大半壁江山嘅。佢斷送咗部分領土，但係大半壁江山都維持到。普京係想攻入去基輔，但係失敗咗啊嘛，咁所以咧。文章裏邊強調到英國嘅軟實力係非常重要嘅，喺而家呢一刻咧就應該英國發揮佢嘅軟實力啦，向烏克蘭、向世界各國係表示到咧英國咧願意同咧文明、同自由、同公義係站在一起嘅。你唔支持呢個嘅澤連斯基反擊咧都唔緊要，你唔好落井下石啊嘛，所以咧彭定康話咧，特朗普咧而家就係佢哋用強權嘅壓迫。而咧過去嗰幾十年就係有道德嘅領導能力當然啦，呢個係一個好聽嘅説話嚟嘅，好聽嘅説話。過去嗰幾十年咧，道德同埋實力咧係並存嘅，但係特朗普咧就只要實力而不要道德佢就話好慶幸自己有英國口音喎，因為點解咧？佢話咧佢識啲加拿大人咧，而家好驚俾人認到咧，以為係美國人喎因為係美國人咧喺全世界會變得好 shame 喎好羞恥喎。所以加拿大人咧就要強力還擊啦。而家特朗普其實我自己覺得特朗普咧就好似我細個時候我讀寄宿學校即係一定咧係會遇到呢啲人噶嘛，就係嗰啲 bully 嘅人行過都會撞下你嘅
佢當日咧見到安倍晉三死咗好多年啦，死咗一段時間啦，佢就握佢手咧，就整傷安倍晉三隻手啊嘛，就大力握實佢，整傷佢嘅手。即係佢係行過都會撞下你，無端都會傷害下你嗰啲人嚟噶嘛，即係你係遇到呢啲人咯。我細個嘅時候咧，遇到一個同學讀 boarding school 嘅時候，佢就係咁樣嘅，行過一定會撞開你嘅，任何人都會撞開嘅，只要唔係同佢好 friend 嗰啲，佢就撞開你嘅。咁佢好大隻嘅，佢屋企人咧係嗰啲海軍啊、空軍啊之類嗰啲嘢嚟噶啦。佢自細就練到好大隻噶啦，我哋唔夠佢打嘅，但係你如果示弱咧，俾佢撞開咧，佢就永遠係會恰你嘅，佢只會一步一步進一步咁咧，係欺凌你嘅啫。所以當年咧，我就係唔夠打，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都要 fight back， 正面唔夠打都要去伏擊佢，否則嘅話咧，佢就會咧永遠咧係會踩喺你頭上。所以咧，加拿大總統杜魯多，而家墨西哥嘅女總理強硬回應呢個嘅美國喎，咁但係當然我都覺得係唔夠嘅，因為咧特朗普為咗加25% 嘅關稅，加拿大又加翻25% 嘅關稅，呢個咧打蛇要打七寸啊嘛，你就要專針對佢嘅農產品，專針對佢嗰啲咧紅州啊同埋搖擺州份啊去打擊佢。而家咧杜魯多就會威脅咧，可能會停止向呢個紐約州供電啊，呢個對美國嘅金融市場可能會造成動盪嘅喎。咁但係紐約州係南州嚟嘅，咁所以你打佢嘅紅州，打佢嘅搖擺州咧，其實咧就可以對付特朗普咧更加有效嘅。咁當然啦，即係佢係中意即係開天殺價噶嘛，就話要即係吞併呢個嘅佢用回收收回呢個巴拿馬運河啊嘛。咁加拿大其實都可以考慮噶嘛，即係呢個墨西哥係咪可以考慮聯合軍演咧？係咪考慮租借啲軍事基地俾伊朗啊，俾委內瑞拉啊，俾其他即係敵對勢力咧？即係你講，可能對方都驚到腳軟噶咯喎。所以你對住 bully 你嘅人咧，你就唔可以有半點退縮，否則咧就係無地自容嘅。否則咧你以後只會俾佢踩住頭上。呢個就係我自細10幾歲已經懂得嘅道理。咁啊講到呢度啦，咁啊彭定康呢篇文章同我所見有啲略同啦，即係希望啲人唔會話佢係左膠啦，話佢讀壞書讀壞腦啦，係咪話佢即係不外如是啦，等等等等。喂，即係再講多兩句特朗普支持者講呢番説話咧，咪同啲小粉紅一直以嚟講一啲其實完全一致。而家佢兩批人合流咗啊，其實個背後嘅道理係咩咧？佢哋呢啲人咧係中意崇拜偶像、崇拜領袖。其實所謂小粉紅同埋川粉紅個背後都希望 great again， 一個咧就希望咧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一個咧就希望咧中國實現中國夢百年呢個國家嘅中國夢其實背後道理一樣啊嘛，就希望偉大，希望強勁又強而有力嘅領導人去領導，唔理手段，唔理背後嘅邏輯，唔理任何嘅代價，咁其實同一批人嚟啫嘛，只不過有唔同嘅選擇咁解。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喜歡啦，上次咪講過有幾條片都會捐助俾烏克蘭嘅，而家咧即係相當唔錯喎個成績咁已經去到13,979蚊捐助烏克蘭噶啦。咁呢條片我就講到呢度啦，拜拜。